我这房子挂了8个月，降价50万都没人看，房租也跌到5年前的水平，心态真的崩了。老张坐在浦东一套老旧公寓里，盯着手机上的二手房挂牌信息，声音里满是绝望。他是上海千万房东中的普通一员，却在2025年的楼市寒冬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2025年，上海楼市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，房价与房租双双暴跌，房东们的财富梦想被无情碾碎。根据链家最新数据，截至2025年4月，上海二手房挂牌量突破13.5万套，同比增长35%，而成交量仅为每月1.2万套，成交周期拉长至平均200天以上。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上海全市平均房租同比下跌10.5%，部分区域跌幅甚至高达18%。这不是简单的市场波动，而是无数房东的生存危机。这场楼市寒冬不仅让房东们的资产大幅缩水，更将他们的生活推向了崩溃的边缘。2025年的上海房东究竟在经历怎样的炼狱？他们的心态又是如何被一步步逼到绝境的？50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挂牌400万，还是没人问。小李在闵行一套老破小的房东群里崩溃吐槽，他的房子是2019年全家攒钱买下的，如今却连本金都保不住。根据链家数据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上海总价500万以下的二手房挂牌量同比增长45%，其中闵行、松江、青浦等郊区房源占比超65%。供过于求的局面让刚需房东们陷入了一场惨烈的价格屠杀。降价20万没人看，再降30万还是没人看，最后直接砍到比隔壁低50万，才有中介带人来看房。小李的房子最终以390万成交，亏了110万，连装修费都没赚回来。这样的故事在2025年的上海刚需房市场每天都在上演。为何如此残酷？一方面，限购政策虽在2024年进一步放宽，但购买力依然疲软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仅2.8%，远低于历史房价涨幅。另一方面，购房者变得更加谨慎，宁愿观望，也不愿轻易出手。链家数据显示，2025年4月，上海二手房看房转化率仅为3.5%，创下近5年新低。房东们为了脱颖而出，只能不断降价，内卷到血本无归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挂牌量还在激增。链家数据显示，2025年4月，上海二手房存量房需2.5年才能消化完毕，部分郊区甚至需要3年以上。这意味着刚需房东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。相比刚需房东的割肉求生，市区次新房房东们试图靠死扛来保住财富。我的房子是徐汇滨江的次新房，凭什么降价？不涨价就不错了。王女士在绿城朝明东方的一套房子里自信地说。的确，2025年初，部分高端次新房出现短暂反弹。链家数据显示，绿城朝明东方备案均价高达19.5万每平米，刷新板块纪录，成交量同比增长10%。但这种底气只是昙花一现。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上海次新房成交量同比下滑18%，成交周期从120天拉长至180天。许多房东咬死价格不降，结果房子挂盘半年，无人问津。买家现在挑剔的要命，次新房稍微有点瑕疵，根本没人看。一位中介透露，高价成交仅限于学区优质或地段核心的极少数房源，普通次新房则陷入有价无市的尴尬。次新房房东的底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房源的稀缺性，但在2025年，市场环境已彻底改变。中产买家的观望情绪加重，
置换链条几乎断裂，新房市场的冲击更是雪上加霜。科尔瑞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上海新房成交均价同比增长6%，而二手房均价下跌4.2%。新房的热销直接挤压了次新房的市场空间。王女士的房子挂盘5个月，仅来了2组看房人，最终以低于预期15%的价格成交。如果说刚需房东和次新房东还有一丝挣扎的余地，那么上海的二房东们已经彻底被市场抹杀。房租跌到2018年的水平，空置期动不动4个月，我现在每个月都在亏钱。小陈是上海一名二房东，2022年高点时接手了8套房子，租金普遍在7000至9000元每月。如今这些房子的租金跌至5000至6000元，空置率高达50%。根据诸葛找房数据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上海全市平均房租同比下跌10.5%，浦东、闵行等区跌幅超18%。而房租的高点正是2022年，那时的二房东们还在数钱数到手软。短短3年，从天堂到地狱，二房东们的财富神话彻底破灭。更致命的是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冲击。上海市政府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3月，上海已推出保租房超35万套，租金比市场价低25%至35%。这直接抢走了二房东的租客群体，让他们的生意难以为继。市面上说二房东消失了80%，虽然有点夸张，但也差不多了。一位业内人士感叹，入场早的二房东或许还能勉强维持，但高点接盘的二房东早已血本无归。小陈无奈地说，我现在只剩2套房子还在租，其他的都退了，再干下去连老本都没了。面对2025年的楼市寒冬，上海房东们开始做出各种艰难抉择。有人卖房租房，奉行现金为王；有人放弃置换大房子的梦想，改成以租换租；还有人反向置换，卖掉市区大房子，换郊区小房子，只为活下去。卖了房子租房住，至少手里有现金，不用整天提心吊胆。老刘在浦东有一套价值900万的房子，2025年初以800万卖出，拿着现金租了一套小公寓。他坦言，楼市现在看不清，现金比房子靠谱。像小李这样的年轻房东，则选择了以租换租。本来想卖了老婆小换次新房，但现在市场太差，干脆把房子租出去，自己也租个便宜点的房子住，省点钱再说。链家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上海以租换租的案例同比增长60%，反映了中产家庭的无奈。更极端的是反向置换。链家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上海反向置换案例同比增长55%，不少房东卖掉市区大房子，换到郊区小房子，甚至直接回老家买房。这种现象背后是房东们对上海楼市信心的彻底崩塌。2025年的上海楼市寒冬究竟从何而来？多重因素叠加，酿成了这场完美风暴。首先，供需失衡愈发严重。链家数据显示，2025年4月，上海二手房挂牌量达13.5万套，而成交量仅1.2万套，供需比高达11:1。去化速度远远跟不上挂牌量增长，价格下跌成为必然。其次，新房市场的冲击加剧。第四代住宅以高得房率、高品质等特点，吸引了大量刚需和改善型买家。科尔瑞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上海新房成交量同比增长8%，而二手房成交量下跌12%。新房的热销进一步挤压了二手房的空间。最后，政策效果有限，加剧了市场低迷。2024年9月的刺激政策虽带来短暂反弹，但2025年初效果迅速消退。
S&P 全球评级预测，2025年下半年楼市或逐步企稳，但前提是政策持续加码。目前，购房者观望情绪浓厚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。2025年的上海楼市寒冬是一场对房东们的残酷考验，有人割肉求生，有人死扛到底，有人黯然离场。每一种选择都饱含血泪与无奈。对于房东们来说，未来的路充满荆棘。政策的不确定性、市场的分化、购房者心态的变化，都将深刻影响房价走势。贝壳研究院预测，2025年下半年，上海楼市可能出现分化，核心区域的优质次新房、学区房或有反弹空间，而普通刚需房、老破小将继续承压。只是那些在寒冬中苦苦挣扎的房东们，还能等到春天的到来吗？